哥哥，走好。郎君，别动。里面躺着的是我爹。殿内还没清完。清什么？我爹还在里头躺着。就是里面还有人，更不能让郎君进去。再来出搜，看看还有没喘气儿的。那是我爹的血。婶婶，带我一起走。哥哥，你不走吗？你跪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再也看不见我爹了。你是长工，你是我二叔。怕吗？说话。不怕，就是想再看我爹一眼。已经看过了，看过了就该翻篇了。生在高家怕血的人活不成。城门都封了，东西北3座城门全封得严严实实，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南门呢？南门特意留了通道，段尚书的人手守在那里。跟我进来。我不进去。没人跟你商量，进来。那7个谋逆同党斩了几个了？回二公的话，昨夜斩了3个，剩下4个还压在牢里没审完。今天早上审完，5时一起推出去处置干净。属下遵命。禁军的人都已经在殿外候着了，已经到齐了，全在殿外站着等您调令。之前一直守东柏堂的所有亲卫全部撤下来，单独关去偏院看管。原先守东柏堂这些人，全是先帝亲自挑出来的老人啊！我刚才说的是换防，没说要动他们的命，你听不懂吗？属下知错，这就去办。抬起头，伸手，把这把刀拿稳。我不想拿这把刀。不是在问你想不想，记住刀的重量。扯正了，别歪歪扭扭的施礼。我娘在哪儿呢？别晃，站端着。为娘的孩子，怎么也能来这？照着手里的名字摘个发，别发错了，乱了顺序，谁的东西谁领走。看多大的？之前领丧服的时候早就量过我的尺寸，登记在册子里了。那自己翻去，别麻烦我。这件是穿过的旧丧服。丧服本来就不给发新的。你爹是郡公，不是亲王，按规矩只能发这种。我二叔之前亲口发过话，我爹的丧仪全按亲王的规格办。太原公说的是灵堂走的丧仪流程，丧服是另一码事儿，不能混在一块儿算。要吃饭去隔壁棚子领粥，别走错漏。东边那棚子是专供二公府上公子的，离远点，别自讨没趣。你是哪一房的小郎君啊？高家4公子高长恭。4公子那栏没写你的母族是谁，册上没你名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爹的灵柩还摆在灵堂正中央。我都知道，可规矩不是我一个下人定的啊！你想领饭时就自己去找管事问，我改不了名册。你也过来领粥吃啊？名册上没写我母族的名氏。哦，灵堂里那6个兄弟排的位置，全是照着自己母族的背景排的。你娘不在世了，你身后本该站你母族派来撑场子的长辈，你站错地方了。这位置是有母族撑腰的高家公子才有资格站的。我姓高，是高家正经的儿子。可你身后连个人都没有啊！不是我故意欺负你，这就是府里传了几10年的死规矩。在我们高家，母族定下来的规矩比亲爹的身份还管用。她面容俊秀，像是女子，哪里有高家子孙的英气？同为高家子弟，样貌气场却是截然不同。方才的话你听见了？样貌皆是天生，立身于世，品行胆识才是根本。这些残破书卷便留给你看吧。书在道里，卷册新旧又有什么干系？都跟你说过了，名册上没你名字。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自己看看就行。4公子，这还有下人的粗食，拿去吧。你是4公子吧？我昨天就看见你了，站了一整天，到夜里也没见你吃东西。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没吃东西？我瞅着你从饭棚出来，直接往灵堂那片去了，那桶粥全馊了。我看见了。灶上刚蒸好馒头，我给你拿一个。不用。你就不饿呀？不饿。我把馒头搁灶台上，你什么时候饿了自己进来拿。谁让你在这儿的？我来领饭。没有母族长辈签字的，半口吃的都不给发。你是听不懂规矩，还是故意来闹事？他没闹事，就是饿了。谁让你插嘴的？我就是顺嘴说。滚过来！你叫什么名字？阿七。厨房新来的帮工。是。厨房里的口粮是你能私从往外拿的？我没拿。灶台上的馒头难道是自己长腿跑过去的？规矩是要守，但也得分个缘由。
有话训斥2句就够了。四公子这是在教我做事？馒头是我让他拿的，要找事冲我来，我身后没人撑腰，也不是你能踩的。这事我铁定往上报，蓄意闹事。这饼硬成这样，你准备拿它砸人？能吃。你自己饿着，给我做什么？你走不快，进去也抢不到。干嘛拿碗砸他？他铁定往上头告你的。他打你，我不能装作没看见。他天天打人，厨房里谁没挨过他的揍？我早就习惯了。我不习惯。你不该为我出头，你是高价公子，被关进柴房这种下人待的地方。我不在乎名声好不好听。可你不饿吗？从昨天到现在，你一口东西都没吃啊！你自己吃整块的，我一点都不饿。你脸都肿成馒头了，赶紧吃。好吃。硬的硌牙有什么好吃的？四公子，我能跟着你吗？先把手里这半块饼吃完，再说别的。砸了一宿。你醒得这么早？柴房就在练武场隔壁，你每砸一下墙都跟着晃一下，我根本没法睡。那你一晚上也没歇好。你不也一宿没合眼？别使蛮劲硬拽，手腕转半圈就松了。先喝口水，把手擦干净。不用。你手都磨烂了。没烂，这血都渗进木缝里了，叫没烂。你刚才是使了多大的劲？这是我的事。我知道是你的事，我就问你一句，疼不疼？不疼。不疼你干嘛？砸一夜撒气。你父亲当年用槊可不是你这么用的。你叫高长恭，你爹叫高成，他当年也拿过槊，不过他不是拿断的砸庄子。刚才那老头是谁啊？我不认识，但他知道你爹的名字。他说你爹也用槊，那他肯定是军里的老人。你还砸呀？不砸了。灶台上有草木灰，敷上就立刻止血。行。你不是说你不喝吗？现在渴了。阿七，那老头说根本没人等着我主动认怂。你信他说的吗？不知道。找错门了，这儿没粥给你领。我没找错。那你是来讨水喝的？我是来学本事的，学用槊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刚满8岁。8岁，手上全是伤疤，脸比世家小娘还嫩。你爹当年拿槊上阵的时候，比你大20岁，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本事，不是你这样敲门求来的。现在没战场让我练。那你有什么？我有半根断槊。进来，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不会揍你，但你自己摔了撞了，别张嘴喊疼。我喊停，你立刻就得停。要是忍不住哭，我不会哭。你已经炸了1个时辰了。四哥，我从灶上偷偷端的，还冒热气呢。他交代过不让人送东西，又不是给你送的，我是给四哥送的。快喝2口暖暖，你手都冻紫了。拿走，等会儿凉了。我让你拿走，你在这儿凑什么热闹？赶紧回去。我娘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，被管事欺负没？回去告诉你娘，让她别惦记。那这水你咋办？你自己喝了，你脸都冻红透了，喝完了就赶紧走。自己爬起来。之前说好了，不哭就别趴着，自己爬起来，自己把石板扛上背，再绕着院子走10圈。高成，你这个儿子比你还倔。过来，算下来你跟着我练满半个月了。今天我给你立3条规矩。头1条，你是高家的人没错，但往后在外面跟人打交道，别把高家的名头挂嘴边。我本来就姓高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一张嘴爆出高家公子，表面怕你让着你，那不是服你，是怕你高家势力跟你没关系。不还挺省事的，没人敢惹我。哪天你身后的人没了呢？靠让人怕你混日子，等撑腰的人一走，就没你站的地方了。第1条记死了，不准仗着姓高的身份随便欺负人。我记住了。第2条，以后旁人骂你羞辱你，不准拔刀跟人玩命。上次管事当众说我没娘，我也得忍着。必须忍。凭什么忍？凭你现在这点力气，拔刀出去顶多砍倒2、3个人，最后自己也得被打死，把命搭进去不值当。那我要忍到哪一天才算头？忍到没人敢开口骂你1个字。怎么才能让人不敢骂我？这得你自己摸清楚道理。你就直接教我呗。我教你规矩，不教你怎么长心眼儿，你自己悟。第2条记牢了，为自己受那点委屈拔刀是送命的蠢事儿，但要为自己要起保护的人拔刀，那才叫值当。站那儿听啥呢？打铁的声响是从宫里面传出来的。宫里打什么铁啊？往常没这动静啊。我打听过了，是宫里在赶制新帝登基用的仪仗器物，几10个铁匠轮着班不停手，全邺城的老铁匠都被召进宫去帮忙了，没日没夜赶工。新帝要换皇上了？管
事的大总管亲口跟后厨说的，马上就要换天了，都得换新规矩。换了新皇帝，跟咱们能有啥关系？我每天还是照样分半碗饭吃。你说的也对，啥叫换天啊？就是换了新皇帝。换了新皇帝，那咱们还能住在这个院子里吗？不会把我们赶出去吧？不走，哪儿都不去，就住在这儿。哦，宫里的打铁声你听见了吧？听见了。阿七刚才跑出去打听了，他们在赶制新皇帝登基用的仪仗。朝堂里那些当官的，今天跪着旧皇帝磕头，明天转头就能跪新登基的主子。你长大也免不了要跟着去跪新皇帝。我不想跪，不想给人下跪，你就得有本事，能站着的本事。第3条规矩，等你以后要领兵的时候就得记牢，命令的背后全是一个个活人。没懂。等你亲眼看见人倒在你脚下时，才会明白，我教你用槊，不是让你赢，那是为了啥？让跟着你上阵的弟兄都能活着回来。高晨，3条规矩给你儿子立好了，以后的路怎么走，就看他自己了。今天院里这么吵，王孙恕罪，小的眼下没看路。刚才叫我什么？他刚才叫你王孙。四哥，又换天了。这事我知道了。你鞋呢？光顾着跑过来报信，忘了穿。快回去！我不冷。我让你回去。公子，换天了，跟咱们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从今天起，我爹被尊成文襄皇帝了。那你岂不是王孙？王孙恕罪，王孙恕罪。小的有眼无珠，不知好歹冒犯了王孙您，还有您身边的小兄弟。起来说话。王孙不点头，小的打死都不敢站起来。你额头上那道疤，现在还疼不疼？那不是王孙砸的，是小的前几日自己走路没留神撞在门框上磕的。不用替我瞒，是我砸的。前几天给我们吃的粥全馊了，你心里明白。是，全是小的的错。以后给我的饭跟府里其他公子的一样就行。一样？对，正常的热饭就行。阿七，我在。我屋里还空着一张旧榻，铺上新稻草够你睡。我不配跟公子住一屋啊！你是我的人，不是他们的下人。师傅，外面的动静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我二叔登基当皇帝了。从今天起，宫里会派先生教你读书、写字、骑马。今天的粥全是新米熬的，粥你喝，饼分我一半，咱俩分着吃。你现在是王孙了，怎么能啃我吃剩下的干饼啊？出槊，走右手。愣着干什么？你让我出槊，我才刺的。仔细听，刚才耳边什么动静？什么声音都没有啊！哼，你把眼睛蒙上，连耳朵也一起捂死了。我落脚的动静半分没逮着，根本听不到。真上了战场，没人会跺着脚告诉你他在哪。这回听见我动静了？你在我身后，走了挤不到你跟前的5步、3步，危险早贴到你边上。光知道自己怕疼，有什么用处？知道怕疼，你才清楚什么时候该收力。你们闯进来想干什么？这不欢迎我们，别来捣乱。高长恭，蒙着眼瞎比划什么呢？高原里，锁链的稀碎也救不了你的命。你现在蒙着眼，连飞过来的石头都躲不开。我敢跟你们打赌，他现在蒙着眼，连石溪都扛不住。别搭理那帮人，把心神收回来，听我的动静。他们不走，站边上吵得慌。真上了战场，一圈人围着看你送命，你难道还要分心管他们愿不愿意看？闭紧嘴，凝神听。阿七，过来。叫我手无缚鸡之力的，哪会打人？别废话，过来，捡根短棍，动手，打他。啊！我哪敢打我们家公子？你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，这都下不了手。练了半天就这点出息。阿七，我数3个数，你再不动手，现在就自己滚出练武场。我打还不行吗？居然能躲开了，也就躲开3下而已，剩下的不还是挨打了？他刚开场一下都躲不开，这才多久，都能接下好几招了。公子，你膝盖是不是疼死了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别扶。你单膝跪在地上，哪能不服？我说了，别扶。今天就到这儿，你膝盖都肿起来了，再练下去，明天直接废了，还练个屁！你刚才下手可真不轻。是你让我往死里用力的，我哪敢真打你啊？我让你用力，没让你专门往我膝盖上招式。我哪有准头啊？手一晃就偏了。等你什么时候把准位练出来再说。公子，你这是在笑话我手笨呢？没笑话你，我说真的。今天练下来，跟往常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？我躲开3下攻击了。我没问你躲开多少下，我问你今天跟之前所有练功的日子比哪儿不一样？以前挨一下疼的受不了就直接停了，今天挨完揍我还能接着往下练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理。师傅，我早就想问了，你非逼着我蒙着眼练，到底是图什么？
我眼看不见，什么都刺不准。你眼睁着亮堂堂的时候，刺中过活物吗？也就刺中过立在那不动的木桩。木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战场的刀从来不会按着你熟读的兵书、背熟的招式砍，你得先练到闭着眼都能摸准周遭人的位置，你才有本事护住你想护住的人。你看那匹黑的，又在那甩脑袋闹性子呢。尉迟教头今早特意交代了，今天要你骑的就是这匹主。我知道，这畜生凶的能一脚踢断人的肋骨啊！你就嗯一声完事儿了。我知道，你除了把我知道挂嘴边，就挤不出半句别的话了是吧？行，我听你念叨完了。我没看错吧？他今天是要学骑马。瞧这架势，摆明了是。他挑的那匹黑的，那不就是出了名的烈马乌云吗？前阵子这畜生直接把马夫踢得可血，半条命都快没了。这事我早听说。就高长宗那细胳膊细腿的，他能讲得住这匹疯马？我看悬。行不行的，咱们往下看就知道结果了。踩马镫往上翻，上马。公子，我的天！我摔在这儿半天，他居然连个眼神都没往我这边瞟一下。我要再上去一次，要是现在就退下来，刚才那狠狠一摔不就白白挨了？他居然还敢往上冲，这不是明摆着找死吗？闭嘴，安安静静往下看。他左边肩膀好像肿起好大一块。我看见了，确实肿了，就是肩膀错位了。阿七，过来搭把手。我哪会接啊？手笨得很，万一弄不好要出人命的。手把手教你，你只要按住他肩膀，别让他乱晃就行。长弓，把这个咬在嘴里忍着。他还要接着上。别嚷嚷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刚才扯到刚接好的伤处了，没从马上掉下来就不算数。现在别一门心思死拽缰绳，硬压着他走。沉下心，仔细贴住马背，感受他落脚的节奏。他故意把步子走得七零八落，我摸半天都摸不准规律。步子乱，是他在故意试探你的底气。你攥紧缰绳跟他死较劲，他只会闹得更疯。试着把缰绳松个小半寸试试，速度上来的时候，整个人往马背上压，胸口贴住他的脖颈，稳住重心。我的天，你整圈骑下来居然没从马背上掉下。高原里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在墙头上数得明明白白，你前前后后摔了5、6次吧？你那刚接回去的肩，现在抬得起来不？完全能抬，能抬动就再好不过了。我突然有个不错的提议，咱们俩比划一场玩玩。不行，他的肩才刚脱就接回去，根本动不了手。我刚才在跟高长恭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下人插嘴搭腔了？他现在伤成这样。阿七，公子，没什么大事，你说清楚具体怎么比？各自骑一匹马，都拿训练用的木锉，点到为止。准备妥当了。说句实在的，你长了这么一张倾国倾城的脸，不去阵前晃2圈都可惜了。对面的敌军瞧见你，铁定舍不得抬手伤你半分。你废话也太多了。我这人向来就爱说大实话。开始。公子，我的天，怎么才一下就撑不住了？我都还没出全力呢，硬撑着比下去有什么意思？再来一局。错都飞了，这下认输吧。再比一次。你连错都丢了，还死皮赖脸要比？我把错捡起来，咱们重新开局。他现在连举着墨的力气都没了，还怎么打？别瞎嚷嚷，仔细看，他要出招了。你尽管冲过来。你疯了！后来长兴花开风雪，鬼面遮住模样。再来。咱们说好点到为止，我没下狠手伤你。你刚才那一下，居然挡都没挡。为什么要故意让我打空？我力气本来就远不如你，硬扛着格挡的话，我的硕铁定先被你磕飞。你别得意，今天是我轻敌，下次交手我绝对不会给你耍小聪明的机会。等下次你输的时候，可别认不出把你挑下马的人是谁。咱们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？别多问，走。抬胳膊，把肩打开点。早叫你提前试穿，你偏不听。穿上才知道哪儿卡。领口磨脖子，现在知道疼啦？领口松半寸。刚才让你松，你说见陛下得穿得庄重，现在松。脖子这么嫩，甲片磨一天准破皮。知道。你总嘴上知道，转头就忘。这回记住，尉迟教头说，上朝记住3件事：睁眼看，竖耳听，用心记，别管旁事。杀了他！他只碎了个碗，不致死。我让你杀！父皇，再多话，你同罚。太子殿下饶命！儿臣下不了这个手。
你下不了手。他只打碎了个碗。我说他该死，他就得死。半点汉家软弱的优柔寡断，根本不配当高家的君主。连杀人都下不了手，你就不配坐这个皇位。把人拖下去，按规矩处置。记住，今天你不杀，自有人替你杀。那些替你染血的人，迟早会拿这条命换你的权位。殿下，刚才的事，你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我连个仆役都不敢杀，是不是很丢人？不丢人。父皇说我心软，不配当太子。不肯滥杀和不配当太子是两回事。明知无辜还逼自己举刀，不叫心软。心软不杀无辜，真不配做皇位吗？那叫什么？是你还守着底线，还像个人。这么多年，只有你敢这么说。你叫什么？高长恭。长恭，我记住了。左翼骑兵300，右翼步兵500。又忘了早饭，粥要凉了。等我理完这段。阵图备完了，左翼300骑兵，300匹马，一天要多少草料？兵书没提，阵图没写的比线条多100倍。带上竹剑和笔，走。老伯，马一天吃多少草？没死数，看马。成年大马10斤，小马7、8斤，公马废粮，母马怀崽省粮。听见没？喂马的老兵比你背兵书管用。实存1200担，够800人吃2个月。在册不是1000人，名册1000，实有800，病了40，跑了20，抓来的壮丁，谁愿把命丢在这儿？登记300把刀，能上阵的210，卷刃40，崩口30，断柄20。往里走。这味儿太冲了，伤兵天天泡在这味儿里。进去。刀伤化脓，黄脓都出来了，再拖就烂到骨头。用什么药？金疮药上月用光，只能拿盐水擦。躺着多少？7个，上月走了2个，一个刀伤没药，熬5天死了，一个断腿高烧没救回来。快吃点垫垫肚子，硬扛到太阳下山，铁定会饿晕。我现在没胃口。你从今早出门到现在，一口干粮都没碰过，胃都要饿出窟窿了。你一半我一半，分着吃总行了吧？你不亏。你写满1整本竹简了，给我瞧瞧，你都记了什么稀罕东西？图上画的全是死线条，线上点出来的标记明明白白写此处站1000人、500人，但这些点不是活人。不是人那是什么？阵图上一个标出来的死点，连马吃草、兵吃饭的火气都没有。今天跑了一整天，你全看完了？全看完了。你到底看懂了什么？看懂了，我之前全是空架子。除此之外，伤病营里那个腿躺黄牛的伤兵，你进去第一眼扫过去就立刻移开视线。那味道实在太冲，我有点受不住。你现在嫌伤兵的味难闻就躲，以后上了战场，漫山遍野全是血混着烂肉的腥气，你到时候往哪儿躲？从今往后，阵图上每标出来一个点，我都不再当它是死数字，要把它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。以后兵法背卡壳的时候，别在屋子里死抠字眼，直接亲眼去看。我记下了。明天天刚亮，直接往马厩报道。又要去喂马？你今天只问了喂马老兵3句话，明天接着去问。殿下，你今天话比往常少了好多啊。我在琢磨事。琢磨什么？琢磨的这么入神？伤兵营里那个腿烂了的伤兵，看见我第一句话，开口喊的是公子。你本来就是金尊玉贵的王孙公子，他喊你公子，不是理所应当吗？我这个公子的名头，有半分用在能救他的地方。你又不是救急的大夫，哪能懂治伤啊？我确实不是治病的大夫，但我以后要领兵上战场，我手底下带的兵受了伤，我连药都摸不到吗？饼都凉透了，快趁热吃吧。凉了也能吃。之前府里伺候着，你从来不肯碰凉透的硬面饼。那是以前我不知道粮仓里存的粮，紧巴巴才够800个人吃2个月。今天我要问喂马的老兵什么新问题？今天不问马。南边山道快马报信，出了一伙匪，抢了附近2个村子，伤了好几个村民。营里管事的出了一队兵去剿匪，你跟着一起去。我也去。你以为天天闷头对着阵图背线条就能学会怎么带兵了？我还没亲手杀过人。我知道，实在下不去手，你就站在边上看着，别给我添乱就够了。殿下，你辰时都过了，没吃一口早饭。今天这顿早饭他没空吃了，去外备2匹能跑的好马。殿下，我现在替你捏一把汗，太慌了。慌什么？又不用你上场动刀。我怕你打完这一仗回来，整个人都不对劲了。前面拐过那个急弯，就是被抢的村子，那伙人全躲在村子里。咱们具体怎么打？怎么安排打法不用你费脑子想，你跟进前面的盾兵，别瞎往前面冲。要是有匪直接冲到我跟前挥刀，练了6年槊，连挡一下都挡不住。若来生不愧神功高强，不必战甲，不必风霜。人会在长街人潮之中，为你是小在你的英雄。人会歌。
殿下，别搓了，手上的皮都搓破了，真没多少血印子了，早就冲干净了。还有，我盯着看半天了，半点红色都没了。等咱们回营使劲搓2下，肯定就干净了。我说了，洗不掉。起来，别蹲在水里泡着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回去看看你刚才刺倒的那个人。我不去，人是你亲手杀的，你必须过去看。蹲下，手伸出来，替他把睁着的眼睛合上，别装没听见。低头看他的右手，这剑不像常年握猪头磨出来的，是常年握刀磨来的。只有天天拿刀的人才会长这种剑，根本不是普通的庄稼人。你再翻他手腕内侧看看，这是，他是之前从营里跑掉的逃兵。逃兵当了匪，跑了之后就消了军籍，营下没有半分田地。之前粮仓管粮的文丽跟我说，上个月营里跑了20个壮丁，他就是跑出来的其中一个。这些人全是之前的逃兵，其中2个是，剩下的几个都是附近活不下去的村民，跟着一块入伙抢粮的。这些人手上也沾了人命，他们抢村子的时候砍了2个村民，其中一个是留守的女人，当场就没了。是该偿命。该死的人，你杀了你在怕什么？我不怕他死。我说剑刺进去的时候，他正抬眼盯着我看，到死都没合上。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他只是活不下去了才走到这一步。他挥刀砍了无辜的村民，手上就沾了人命。道理我都懂，没有什么本事，你今天出错，半分错处都没有。杀过人的兵，事后都不会觉得害怕吗？会怕。打完一仗心里发怵，才说明你根本没把杀人当值得炫耀的本事。他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。你要是想记，就给他留一笔。殿下，你手指上的血还在往外渗，咱们回营吧，天彻底黑下来了。阿七，哎，我在哪？他手心的硬茧是常年握刀磨出来的，也可能之前他在战场上也差一点就被别人杀了。我看见了。站住！你是哪家的家眷？臣父李氏，是李刺史家的内眷。所有人都给我出去！我再说一遍，全都滚出去！你也滚出去！我可是你的嫂嫂啊！我不管！里面，我听见了，别动，出去。在外面等，你现在过去，明天死的是你。你是他的什么人？李氏是臣的结发内人，殿下，求您别再往下问了。我还以为你们早都走光了，怎么1个2个全在这儿候着？拿着这么沉的家伙事儿站在这儿做什么？臣刚从演武场过来，来不及把锁放回武库，就带进宫里来了。哦，手这是怎么弄的？练锁的时候没留神磨破了，都是小伤。瞧着你倒是练得挺勤快，怎么这是握着家伙事儿，想对着我拔刀？臣不敢，不敢就对了。我们高家的子孙最先要学会的本事，从来不是逞勇斗狠，是先学会低头。殿下，你今天脸色难看的吓人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要紧事。晚上的宫宴饭菜，你一口都没碰吧？没有胃口，一点没吃。等回了府，我给你热点你最爱喝的小米粥，就这小菜垫垫肚子。今天宴上那个被高阳带走的妇人，她男人当时就站在走廊墙根底下，我走过去问她，她只跟我说了一句：“殿下，求您别问了。”他要是老老实实低着头装没看见，还能留着一条命回去。你说什么？他夫人被工人架着从他面前拖过去的时候，他连头都不敢抬。他以后该怎样面对？我刚才要是踹门冲进去了，会是什么下场？殿下，你可别瞎说。我就站在门边上，明明什么都能做，最后却什么都没做。还好师傅及时把你拦住了。是他把我拦住了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对什么？你今天安安稳稳活下来了，这不就是最好的结果？你手上的伤得先回去重新包好，不然沾水肯定要发炎。回府了就包扎。我给你拿最好的金疮药。粥放凉透了，赶紧趁热抿2口垫垫，就喝1口。我盯你一整晚，半口粮都没进肚子。我现在半点都不饿。尉迟师傅特意捎话，让你明天卯时准点到马厩报到。他还留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。什么话？就2个字：耳朵。耳朵是什么意思？我哪敢问师傅啊？他就催我赶紧把原话捎给你。
粥喝完了？我没胃口，喝不下。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。就这么攥着锁，攥了一整夜没松手是吧？你恨高阳，恨得牙痒，对不对？说实话，我恨。我跟你一样恨。你以为满走廊站着的人里，就你一个人觉得堵得慌？我在那条吃人的走廊上站的次数，比你活的岁数都多。昨天你站在那条偏殿外的走廊上，所有动静你全听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您想教我的所谓本事，就是听完所有糟心事之后，就站在原地硬等着。我要教你的根本不是这个，您就是在教我忍，教我眼睁睁看着坏事发生，也站着别动。你爹还在世的时候，也在这走廊上低过头。那你们当时，我们全都忍下来了。这忍，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忍到你终于有本事，能亲手把烂摊子彻底改变的那一天为止。难道眼睁睁看着出生糟蹋无辜的人，也算是忍耐的一部分吗？忍，根本就不是认输。不是认输，那是什么？难道我就站在这儿干等着，等着高阳哪天自己烂透了死了？你知道宫门外头站多少甲兵守着皇帝吗？你敢把锁往店里冲？问问你自己，你能撑得了几息，不被剁成肉泥？我不需要撑那么久。你不需要撑。拿七呢？跟在你身后给你牵马，天天给你熬粥的阿七，他能活下来吗？你以为你恨得恨不得拿自己的命去换公道？你以为这样就很英雄？我跟你一样恨，我恨的年头比你岁数都大得多。那你当年也想过冲进去？你父亲被害的晚上，我带了3个兄弟直接往大殿冲，还没摸到殿门的边，当场就死了一个。我这条腿被人砍断了，剩下2个，一个拼命冲出去报信，一个当场投降保命。到最后，你父亲还是死在里面。人不是让你低头认输当软骨头，是让你把这条命好好留着，留到你真的有能力改变结果的那一天，再拿出来用。摔痛快了，摔完了就回屋去睡觉。别碰，我自己来捡。这斜着断的口子能接回去吗？能接。你打算用什么东西粘牢？陛下，再饮一杯。凭什么？陛下，边境又有急报，朝政不可再耽搁，请陛下暂息歌舞，召集群臣议事。陛下，你嫌朕喝酒？臣不敢，臣只是担心国事。张大人也是忧心边事，今日确实紧急，不如先让歌舞退下，看完军报。你也觉得朕不该喝？臣弟不敢。高岩，臣弟在。最近朝中的政务都是你在管，管得不错。朕赏你10个美人，朕赏你。朝里的事也继续替朕管好。臣弟遵旨。这才是朕的好弟弟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蹈。母亲，朕梦见父亲了。你又杀人了！若你父亲还在，会亲手打断你的腿。这是朕的天下，谁敢动我？谁不服我？你吗？母亲，你为什么不爱我？快趁热喝，接的差不多了。还在修断口，没粘。你这口子斜的太刁钻，本来就难对齐，不好粘牢实。难接也能接直。师傅来了，已经走到院子里了。粘的怎么样？能拿起来用不？能把断口对得直直的，半点不歪。你确定粘牢实了，不会再断？可以。你手里攥着一杆顺手的槊，有我这条断腿给你当靠山。你顶着高家正统王孙的姓氏，洛阳城里的百姓都认得你，服你。宫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昨夜子时，先帝驾崩了。今日天刚亮，宫里就正式发丧。那现在是谁接掌帝位啊？按遗诏走，太子高淹即刻登基。是他。他今年才多大？虚岁14。过来坐，不用拘礼。减免先帝定下的酷掠刑罚，提拔重用寒门文臣，大开盐务，允许下官直接进谏。这3条全是能掀动旧朝格局的硬规矩。我拟了整整3日才写完，你觉得推得下去吗？朝中老臣杨殷说我步子迈得太急，容易扯着筋。我想稳扎稳打，缓2天再推新政。他们又转头骂我性子太软，镇不住场子。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该听谁的才对。别管旁人怎么逼你，你先问你自己心里到底想怎么做。我根本不想等。
我绝对不想活成我父皇那样杀人如麻的暴君。你知道先帝生前在偏殿摆酒的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？我当晚也在殿外站着，所有事我都清楚。那我该用什么法子让底下人服我？你父皇靠杀人立威，所有人忠于他，全是因为心里怕他。你既然不想走他的老路，就别拿恐惧御下的手段。你现在就把这道新政诏书明发下去，谁站出来负荆支持，这些人就是你能放心用的自己。反对我的人，我该怎么处置？直接下狱抄家立威吗？不用急着下手处置，你悄悄把他们的名字全记在心里就够了。你今日偷偷进宫去见小皇帝了，你们说了什么？他说以后再也不让先帝的滥杀规矩祸害百姓。你真信他能把这新政推下去？我信他想做好事的心意是真的，可你也知道他未必真能做到。我确实没十分把握。六哥约我出来，不是为了这支鹿吧？杨隐请封我为太师、司州牧、录尚书事，京畿兵权却被解了。给你3顶官，换走1把刀。你也一样，大司马、录并省尚书事，随后调离邺城。他们怕我们留在陛下身边。我初到尚书省，百官必来道贺，设酒3巡，杯落为号。段绍、高归燕、刘鸿辉伏在廊下，先拿杨一、燕子寸、可诛巡天河、宋钦道。郑子墨呢？他在中书省，我入宫时拿他，留在领军府，盯住成兵。不让我进宫，你我都进去，外面便没人收口。若你进去以后出不来呢？那便轮到你把事情做完。然后呢？活下来再说。你我未必一条心，但眼下是一条绳上的人。陛下，先帝刚驾崩不足月，您贸然推翻既定旧制，与礼不合。先帝在位时便有意调整库法，却始终没有下令推行，足见这些旧例绝不是可以随意废除的。先帝生前也确实提过，后续要逐步调整这些严苛旧规。既然先帝早就有此意，为何直到驾崩都没有下旨推行？杨延，这份新政诏书今日先行，臣在，择日再议。陛下，新政推行宜早不宜迟，一旦拖延，便再难落地。10几岁的小毛孩子，他爹当年那么狠都没敢动的老规矩，他居然想改，根本没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常山王今早一连接见了3波新夫人，传消息的就是他家那个左手带旧伤的赵大管家。把殿门紧闭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东阳门的守将昨夜被人私自替换，全程没有走我的批核程序，我直至天亮才收到风声。动手的是高演的人，对不对？除了他，满朝没人敢私自调动城门守将。今早杨遂求见，劝我直接下旨将他调出邺城，外放为藩王。他现在已经敢不经你同意替换城门守将，绝不可能老老实接旨离京。他是我的亲叔父，我根本下不了这个决心。你还记得当年金凤台的事吗？我没意能下得去手，可父皇直接上前把人拖下去处死了。他当时跟我说，你不愿意沾血没关系，我替你动手，但你要记住，这双脏了的手总得有人替你洗干净。直到现在我还在怕这些染在我手上的血这辈子都洗不掉了。陛下，不必一直困在金凤台的旧事中。满朝文武里，我找不到第2个人能说这些掏心窝子的话。杨仪劝我立刻下旨除掉高演，可我连调他出京的旨意都不敢下。今早定下要推行的新政诏书，散朝之后直接就被人扣押了。今日我敢搁置1日，明日他们就能默认搁置10天，直到所有人都彻底遗忘这份新政。昨夜城南禁军营地私自增调了2000精锐入城，全程完全跳过兵部审批流程。你300私兵，他2000精锐，我连调兵的旨意都出不了宫。你既然清楚满朝无人可信，为何今夜单独召我入宫，连半个旁人都没留？我放眼整个朝堂，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了。杨欣虽然没有直接掌控的私兵，但他门面有不少早年在边境从军过的门生，人脉根基足够支撑我们渗透入城防体系，远比现在空着手无兵可用要强。那些人根本算不上正式兵员，能起到什么作用？你愿意站在我这边帮我吗？我可以帮你收回城门控制权，但我绝不会协助你下令诛杀宗亲。如果后续事态彻底失控，不得不动兵的时候呢？尚未发生的事，等真到了那一天再商议也不晚。高音主动将新政诏书搁置，没有下发。
高衍全程一言不发，杨以出列劝谏，最终也选择退让。朝局完全被高衍的节奏牵着走。我让他先不要动杀心，优先想办法把所有城门控制权收回来，借助杨训门下从军过的门生人脉，逐步渗透城防体系。你明知道以他现在手里的这点薄弱人脉，根本守不住城门，为何还要答应帮他做这件事？在金凤台时，我按住过他握刀的手，这么多年他始终困在当年的阴影里，觉得自己的手早已染了洗不掉的血。那是高阳亲手造下的杀业，根本不是他的错。可他自己始终分不清楚。人一旦陷在自我质疑里，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，要么直接破罐破摔，彻底沦为嗜杀的暴君，要么永远不敢拔刀自保，最后任人宰割。他明显是后者，连动杀心的勇气都没有，根本挡不住步步紧逼的高衍。兵权的争夺本就避不开流血，以你手里300丝兵，根本挡不住高衍的2000精锐。我清楚守不住，但现在就是要拖时间，要么拖到高衍慢慢攒出能抗衡高衍的兵力，要么拖到高衍自己按耐不住，率先起兵谋反。你明知道拖延到最后必有死伤，还是选择站在他这边。他走投无路时，第一个求助的人是我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我家殿下只是帮着收回城防而已，根本算不上赌上性命。真要是守不住，我们直接走就是了，打不过就跑，这不就是你最早教我们的？保命永远是第一位。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憨直的阿七能说出这番道理。行，你既然完全想清楚了，放手去做就好。高衍只替换了东阳门的守将，其余几座城门还在我们的掌控之外。调查的时候不要只盯着城防，还要排查皇家粮仓的动向。查粮仓能得到什么信息？哪最粮仓近期大批量往外运粮，对应的附近营地必定正在增兵。查粮仓的事交给我就好，我打着王府领300护卫月里粮的名义去粮仓点验，顺便就能查清哪座粮仓近期在大批量运粮，完全不会引人怀疑。好，最后提醒你一句，现在高岩完全以为自己手里的薄弱人脉能稳住城防，他根本不知道你早就看清这只是一个守不住的空壳。他现在太需要支撑下去的希望了，我得把这份希望递给他，他才有动力撑到局势反转的那一天。明日卯时，你去粮仓领粮排查动向，我正常入宫上朝。郑家以劣部充作军需，又抗缴商税，一律封铺，扣货拿人。这批布昨日方验，军仓朱印尚在。印亦可伪造。何时验的？昨日申时。文书上却写3日前验出劣布。军仓自有分说。市属封铺，需仓槽、税槽2处签押，税槽之印何在？稍后补上。封条先贴，证据后补，好大的规矩。薛家的事与你何干？我问的是谁在伪造官文？下官见高公子。案子未明，人不能拿，货不能扣，封条揭了。你无官无爵，凭什么？明日追查出来，替薛家吃牢狱之灾的，不会是你。你护得了郑家一回，护不了一世。你们每做一回假，我便多问一回。公子大恩，损失既清，谁扔的便向谁讨。他乃文襄帝高澄之子高长恭，无官无爵，母族不明。薛顺怕的不是他，是他这姓。这个姓未必护得住他。南路又劫了多少货？4车。薛家要的不止铺子，是整条商路。宫中撑腰的是谁？薛太妃，其兄薛崇正在中书省任事。我要见高长恭，借他的姓。可知他要什么？不知。还去？他送来一半，是告诉我，另一半在他手里。当心他拿你的姓做刀。刀怎么使？见过才知。城门还查吗？查。郑家的事也查。我要借你的姓。如何借？让所有人知晓你在查郑家封铺一案。薛家低价扣下郑家的布中，再价高价送入宫中，却无实物可验。你要逼他们再做一回。他们若知郑家靠上了高氏王孙，必急于灭郑。也可能灭口。借多久？借到薛家先动，之后各走各路。是。账留在我这里，免得他们搜去。你信我？不信，今日便不会来。昨日的布已洗净了，还能卖吗？会亏。记在薛家账上。高长恭今日怎的不来？你很想见他。你若肯加入薛家，铺子与商路皆可保全。夺我之物，再留一半于我。做人不可太贪。薛家确实不贪，只要全部。一共多少？320匹。记清楚，归还时莫要少了。不会有人还你的。郑家有钱有粮有商路，高长恭若受封爵，再与郑家联手，便什么都有了。他并无兵马，有钱粮在手，何愁无人？明日册封之后，陛下该提点兰陵王一句，
他的王爵是谁给的？停手吧！宫中已传你借郑家钱粮，结交私党。郑家输了，上尉，但再查下去会拖垮你。320匹都有。都有。薛家会抹去郑家印记，却不会拆布边。只要在内库中寻到蓝线，账便活了。你早知他们会扣货，你不也在等？我原不想将你拖入宫中，已然进去了，退亦无用。你为何一定要管？买卖尚未做完，做完便各走各的。那是你说的。明日我受封，他们必当殿说郑家私结宗室，所以你更该避嫌。我会求陛下赐婚，以婚姻做局。局可以作假，婚不能。你还不曾问过我，此刻便问，你可愿意？明日我会入宫。答应了。不知那还求？求。城南粮仓的位置我找到了，昨夜刚往外运过粮，粮运走了，连半车剩余的都要往外拉。赶车的伙计偷偷跟我漏了口风，说粮全部往春华门方向送。春华门附近就是高岩私兵驻扎的营地。今日不上朝，今日朝会要行册封礼。小皇帝现在手里口无兵无权，唯一能攥住的筹码就是名分。他给你封越高的头衔，你手里能调度的实权反而越少。去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封文襄皇帝第4子高长恭为兰陵王。兰陵王还有何事？臣请陛下赐婚。赐谁？荥阳郑氏之女。郑家旁支以商为业，又设逃税贿赂士属之嫌。此婚若成，恐坐实结党之名。你说郑氏攀附宗室，臣今日便将此事摆于朝堂之上。兰陵王若只为替他解围，不必以婚姻涉险。我并非替他解围，是臣求娶她。朝堂之上，岂容儿女私情？你可愿嫁兰陵王？若郑家的案子今日便结，殿下还娶吗？娶。郑家若无商路无账却无钱财呢？娶。臣女愿意，非丈家应允，是我愿嫁。自今日起，郑家与兰陵王府往来乃一婚之意，非私结宗室。臣女还有一事，薛家昨日扣了郑家320匹麻布，每匹边缘均缝有蓝线，郑家出货价120文，请陛下查内库入账之价。380文。同一匹布在郑家是劣货，入了内库便贵了3倍。不过经手之人疏漏罢了。那便查监守之人。兰陵王方受封，便以王爵压人。昨日我无爵，你说我无权；今日有爵，你又说我压人。薛大人究竟要我以何种身份来查这笔账？内库、士属、军仓账册，当殿封存，限薛家3日自陈，3日不清，移交大理寺。你在看什么？守门之人又换了。今日是封王，亦是赐婚，你还在数假事？有人拿喜事作饵。那这桩婚事呢？不是饵。今日是殿下封王的大日子，所有人都在道贺，您这神态倒像是来送丧的。旁人眼里的喜事，是另外一部分人的丧事。陛下，常山王的私兵围了杨府，杨大人被当场拿下了，喊的是清君侧。长恭，臣在。让开！我奉旨出殿处置要务。常山王有令，今日宫中所有人一律不准踏出旁殿。殿下，您今日正式封兰陵王了，这个名头一点作用都没有吗？把我们骗进宫里赴宴，注意力全放在封王的喜事上。高眼前悄无声息控制住所有宫门，把清君侧的戏码演完，殿门都出不去，300私兵都调不了，只有一张盖了玉玺的纸，有什么用？杨牙被抓，城门全部封死了。封城的指令是册封仪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下的，我深夜才离开皇宫。为什么偏偏放你回府？因为我现在是兰陵王了，他要让我亲眼看见。我亲眼看到值守甲士换了3批，满殿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话。我走到门口就被拦了下来。高音还在偏殿，皇帝暂时没有性命之忧。高岩现在不敢动他，一旦弑君就坐实了谋逆的罪名。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再把皇帝变成空壳子才是他的计划。你今天见到的都要刻在脑子里，你的王爵就是个空壳。殿下，那个指婚的郑姑娘，我听说她全程神色没露半点慌张。那个郑姑娘和你同时看清了宫宴上所有不对劲的细节，就这一点，这个姑娘绝对不简单。坐拥党血，驾驭她，迟早用得上。知道怀嫁，才算自己选的。就一个字，记得住便好。不怕旁人说是郑家攀附于你？本是我求的，那便记着，往后不许赖。全做陪嫁，写入王府名下，薛家再动，便是侵夺王妃产业。成婚头1日便算账。殿下求婚时不曾算过？查案那一半算了，
娶你那一半不曾算。饮酒。你耳尖红了。兰陵王方成婚，便学会盯着夫人瞧了。跟夫人学的。王府议事，王妃亦在做。议的正是我的陪嫁。王妃想如何了结？郑家出货账，每匹120文，世俗扣押清单320匹，有薛顺手印。内库副本来路不明。宗正寺昨日当殿抄录，薛大人若不认，明日可去大理寺再认。此处是兰陵王府，薛大人若要拍桌，明日也请去大理寺再拍。归还铺子与全部货物，赔偿1600贯，市属当众撤销罪名。薛家退出南路商道，绝无可能。郑家的账查清，不过是还铺子；薛家的账若查清，只怕连宅子都未必剩得下。若应允，账册如何处置？留在我手中。薛家不再动郑家，他便是废纸一张。薛家认赔，4项条件全部依从。不是依从我，是将原属郑家之物还回来罢了。薛家错扣货物，赔偿郑家1600贯，撤销全部指控。没有兰陵王，你算什么？没有薛太妃，你又算什么？赢了。不过第一局，薛家已然认输。他们怕的是王爵赐婚与账册，并非知错。往后呢？守住铺子，看紧账册，还要看紧你。我怎么了？方成婚便在府中逼朝臣认账。我不过提点他一句。殿下从不威胁人，只回王府。不是王府，那是什么？家。宫中传令，明日云龙门朝会，所有宗室不得缺席。陛下，杨欣、宋钦道、郑子墨3人专权乱政，结党营私，臣已掌握全部实证，请陛下下旨将3人缉拿，交付大理寺会审。证据呢？臣已呈递陛下共12款罪状，每一款都有实据可查。先帝命他辅政，从来不是让他恃宠专权，架空君主。常山王，臣在。这是你替朕清理门户。陛下年少，根基未稳，臣自然要替陛下扫民朝局奸佞，清理门户。被清理的究竟是谁的门户？请陛下即刻下旨。陛下，杨先等人的罪状未经三思推问核治，仅凭一份清单就贸然下旨拿人，难服天下人心。兰陵王刚封王不久，不懂朝中运转规矩。臣知规矩，朝中缉拿3品以上辅政大臣，必须走三司会审的程序，这是定例。你的封地事务才是你权责范围内的事，朝政不是你该插手的范畴。长公，你是文襄帝的亲生儿子，你该比谁都清楚，当年文襄帝是怎么在邺城横死的。别掺和眼前的事，立刻回你的封地去，尚且能留一条活路。下旨拿人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陛下圣明。陛下，臣高长兄求见。你还留在红里没走？臣在。今日朝会，你出列替我说话了。臣不是替陛下说话，臣只是在说三司会诊的朝堂规矩。规矩？杨乙、宋钦道、郑子墨3个人全被拿了，你死守着那点规矩，现在能拦得住谁半分？宫外那些百官的呼喊，他们在喊高演万岁。你说他们今日喊常山王万岁，明日该喊什么了？今日早朝前，杨岩的门生跪在宫门外求见我，哭着喊着让我救救他老师。可我根本救不了他，我连我自己都护不住。高照今日在殿旁偷偷跟你说了什么？他提了我的父亲文襄帝。你父亲当年在邺城遇刺横死的时候，你才8岁。现在你封了兰陵王，站出来替我说了一句公道话。高照只用一句话就把你死死摁回了队列里。长公，你回府去吧。臣在。你带着耳朵来上朝，今天所有看见的、听见的都牢牢记住。回去吧。陛下，您现在孤身一人在宫中，没事，人没了，规矩没了，但至少现在还占着这个皇位。殿下，您从早上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进，多少吃点垫垫肚子。我不饿。杨宪他们3个下午在大理寺直接被处决了，连走审案程序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就被处死了。陛下，他现在……陛下人还在龙椅上坐着，人是在，但是实权半点都不剩了。杨系3人已经被处死了，我刚收到消息。今日朝会你还是出列了。高湛私下凑到你耳边，到底说了什么？他叫我文襄之子，
提醒我别忘了我父亲当年在邺城遇刺惨死的旧事。明知道是死路，你今日为什么还要站出去？我看着高燕坐在龙椅上，吓得浑身发抖。满殿文武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。我能拿出来说的，就只有三系会审的规矩。你死守着这条规矩没用，可我实在说不出别的话。你明明知道出头就会把自己搭进去，还是站出来了。陛下跟我说，他现在手里至少还有皇位在。皇位？陛下手里还站着皇位，这事儿就还没彻底到没法转圜的地步，对不对？高燕根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坐在龙椅上上太久。他接下来要什么时候动手？等百官把喊万岁的戏码演够了，就不需要这个名义上的皇帝，就是喊给龙椅上的人听的。等不需要这个幌子了，小皇帝的命也就留不住了。今日我出猎，高燕已经把我盯上了，他近期会不会直接对我下杀手？暂时不会动你，你手里有兰陵王的正统名分，他刚清完辅臣，根基未稳，现在动你只会落人口实。等他那天彻底需要靠宗室名分稳住朝局的时候，你就成了他下一个目标。从今日起，朝会上别再贸然出猎。如果下一次事态实在逼到头上，不准出猎。记住，带耳朵，带眼睛，少说话，不出头，把所有看到听见的全记下来。我记下了。你今日擅自出猎，本是一步错棋，可你想过没有？如果当年你父亲文襄帝遇刺的那天，殿上能有一个人像你今日这样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最后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殿下，陛下今日特意叮嘱你，带耳朵把所有动静都记牢。他自己坐在殿上，听百官喊了整整一天的高演万岁，心里该有多难受？他确实全听见了。他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却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口。他说他现在至少还有皇位。殿下，这个皇位他还能做多久啊？有些问题，不回答就是答案。陛下体弱倦怠，难以统理万机。百官联名上书，请陛下禅位以安社稷。臣恳请陛下恩准。我只有一个条件。我走之后，你必须保我的家眷、我的幼子性命无虞。你亲口当着满殿人的面承诺过，现在我已经不是皇帝了，不必再以陛下。臣以项上人头担保，必保陛下家眷周全。我签字禅位，我的名讳落在哪一处？臣高演拜见济南王。陛下，济南王，你可以直接唤我的名。今日禅位的朝会上，你始终没有出列发声。您说的没错。我不该站出来触怒他们。我做了6个月皇帝，第一天登基，父皇在金凤台逼我亲手杀人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不是掌权的君主，只是坐在龙椅上的傀儡。我禅位之后要被发往晋阳安置，你能不能向高言请命，随我一同去晋阳？我这就去上奏请命。你求他也没用，他故意把我发往晋阳，把你留在邺城，就是要把我们2人彻底拆分。对一心想要坐稳皇位的人来说，活着的前朝君主永远距离不够远，永远不够安全。你和那些觊觎皇位的人想法一样。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从来没想过你死。你不想没用，想杀我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明日天不亮，我就要动身前往晋阳。你不必上奏请命，但我有一事托付给你。我走之后，你替我守在邺城，盯着满朝文武，什么时候不会再对着新帝山呼万寿？我答应你，我守着邺城。你还认得这把刀吗？这是当年高阳逼你处决侍从时塞到你手里的那把刀。当日我下不去手，父皇打了我3鞭，我把所有权力全部交还，连皇位都拱手出，难道真的还不够换我活下来吗？不够。高家的人生来就要学会靠手中的刀活下去，我到最后都下不了手，学不会这门高家的本事。这把刀你收下，往后你用得上它。我盯着邺城的动静，等他们不再对着新帝高呼万岁的那天。殿下，马车已经驶出视野范围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济南王已经顺利动身前往晋阳了，你亲自去送的最后一场。他把当年金凤台的那把旧刀留给你了。他到现在都下不了手杀人，所以才把刀托付给我。高岩现在不动他，不过是时机不成熟。等根基彻底稳固的那天，他绝对留不住高岩的性命。活着的济南王永远是新帝头上悬着的最棘手的刺。往后的日子，殿下你替济南王盯着邺城的动向，我替你盯着你的衣食起居。你什么时候好好吃饭，什么时候夜里闷坐，什么时候把刀拿出来反复摩挲，我全部都记着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这套法子了？看你护了殿下这么多年，照着做就对了。济南王走了，往后再也听不到有人喊他万岁了。明日你动身出镇封地，到了地方第一件事，点清楚粮仓存量，点清在册兵马和马匹数量，和你当初在营中摸清粮帐人数的流程一模一样。我不用这把刀杀人，我想用它来护我想护的人。护人从来不需要动刀，
用你的眼睛去看，用耳朵去听，用脑子去想，还有你手里这卷记满实事的竹简，这几样东西远比刀有用。我明日出阵，这把刀我要随身带着。半个迎接的人都没有。他们不知道，这些铺子封了快1年了，街上半分烟火气都没有。这地方能住人吗？有屋顶遮风挡雨就够了。灶台上的铁锅全锈死了，半点火都生不着。能把锈刮干净生火就行。殿下，尉迟教头临走前特意嘱咐，到封地第一件事先查粮仓点人头，清点马匹存粮。我记着，现在就去城南粮仓。粮仓连个看仓的人都没有，4个粮仓全空了，粮册明白白写着存粮4600斤，怎么可能全是沙？殿下您都不生气吗？光生气有什么用？这批粮是什么时候被全部运走的？封条落款是去年10月，到现在整整9个月，从来没人来复查过。来复查的人，估计当年就是亲手运走粮食的人。走，去城外看看。大嫂，多久没吃东西了？路过就赶紧走。干粮只剩最后2张了。我知道，留着当明天的早饭。那明天中午怎么办？等明天再说。下关4州护曹参军赵牧参见兰陵王。坐。你上个月就收到吏部奉递的文书，明知道今日到任，满城的官吏连个露面的都没有。回殿下，粮册上明确记记是4600担。我昨天亲自查过粮仓，里面全是填的沙土。殿下初到封地，人生地不熟，粮仓这事儿牵扯当地豪族根基，不如您先设宴邀请地方乡亲，亮明王旗，再处置1-2个怠慢的小吏立威，百事自然就顺了。城外窝棚里400-500人吃树皮啃草坪，我路上发了仅有的7张饼都不够分，我拿立威的事去哄谁？3天之内把跑掉的曹章军给我找回来，找不到我亲自带人去搜。这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官，他只是个怕事的小人物。我是让所有涉事的人知道已经有人盯上空粮仓的事了，他们怕了自然会动，一动就会留下痕迹。你怎么来4州了？家中俗事已经处理完，你之前在邺城抄的4州粮册，写着在测量4600担，对不对？粮仓里全填的黄沙，一粒存粮都找不到。你只身带着阿七来赴封地，身边连护卫牵兵都没带。尉迟教头留在邺城，给你盯着后方的动静是吧？我来的路上，沿途看见官道边全是流民窝棚，很多人已经饿得起不来身了。我想先给城外的流民分粮，让他们先吃上饭。我带的这些银钱是应急的，够先给流民买第一批粮，